海童，你在公司大小也是个总，见到老板的机会也这么渺小。你们老板是真的，高高在上，也神秘。网上根本就没有战大少爷的相片，战大少爷出入都有保镖跟随。上次在宴会上，就是保镖太多，保镖长得又牛高马大的。他和好友两个踮着脚，也没有看到战大少爷长什么样。想到战印在战氏集团上班，还是个白领，都很少能见到战大少爷，海童又心理平衡了。战印不接话，就是别人怎么评价他，他是不在乎的。他做人做事都是顺着自己的意愿。扯着战大少爷当话题，夫妻俩聊着聊着，便回到了他们的住的 B 栋。战印的保镖在附近转闲逛，虽没有紧跟着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但夫妻俩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没有让小夫妻俩脱离他们的视线。当然，海童并不知道被人全程盯着，他不经意地转头，看到了在不远处转悠的一名保镖，顿觉得眼熟，便停下来，对战印说道：“那个男人很眼熟。”战印一惊，那名保镖正是阿七。阿七见大少爷和大少奶奶都看着他，也是一惊，很快呢，他就便若无其事地走过来：“你是那天晚上的代驾司机吧？”海童想起来了，这个眼熟的男人就是在战印喝醉后送战印回家的代驾司机。阿七，是我啊。大少奶奶好眼力，好记性。你也住在这里吗？不过我是租住的，平时开网约车，偶尔也会帮人代驾。海童哦了一声，虽说他记得这名代驾司机，但不熟，也就是遇着了打声招呼，他并没有把这件事这个男人放在心上。战印看了阿七一眼，阿七懂大少爷那一眼的意思，以后大少爷在公共场所露面的时候，他这个贴身保镖得隐身了，免得被大少奶奶看到，间接的暴露大少爷的身份。他吃不完兜着走。回到家里，海童习惯性的在阳台的秋千椅上坐着，战印则回了他的房里，一夜再无话。隔天，海童刚做好早餐，战印便要出门了。战先生，你还没有吃早餐。战印扯了扯领带，海童随着他这个动作注意到他今天系着的领带是他昨天送给他的，以为他会嫌弃不会带呢，没想到今天就带上了。我今天要开早会，不能迟到，怕路上堵车，得早点出门。我不在家里吃早餐了，叫个外卖送过去。我都做好了，你不吃，我一个人也吃不完。你别叫外卖了，我帮你打包好，你带回公司里吃吧。战印略一犹豫，终究是舍不得拒绝他的好意，好吧，是他做的日常早餐很对他胃口。海童拿来了保温饭盒，给战印盛了一碗白粥，加了点配菜，然后放了4个包子，1只水煮蛋，便盖上了饭盒盖，把饭盒递给战印，说道：“到了公司就赶紧吃，别饿着肚子做事。”好，有老婆的感觉，挺好的。哎，战印提着保温饭盒出门了。在回公司的路上，他就在车上享受了老婆大人为他准备的爱心早餐，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心满意足呀。司机及同车的保镖都有点纳闷，大少奶奶准备的早餐简单到极点，大少爷这么挑嘴的人竟然吃得津津有味，可能是大少奶奶的厨艺非常好吧。战印走后，海童例行性的打电话给姐姐，知道姐姐没什么事，他便也出门了。他出门的时候已经是上班高峰期，然后路上开始有堵车之象，待他行到半路，堵车越来越严重了，不少急着上班的人急得都想骂娘了啊！商小飞就想骂娘，他趁兄嫂吃个早餐都要秀恩爱之机，悄悄地溜出了家门。他还悄悄地帮战印打包了一份早餐，是他特意让家里厨师准备的。然后呢，又在自家花园里捡了一大束的花，然后包扎好。抱着花束，拎着爱心早餐，商小飞出门就往战氏集团赶去，想抢在战印回公司之前到达，然后用老方法拦战印的车子，给他送上他为他精心准备的爱心早餐。虽然连嫂子都劝他放弃战印，但商小飞不愿意就这样放弃。用他的话说，他能忘了战印早就忘了，就是忘不了，才想着试一试的。不追上个3-5年，他是不会放弃的。此刻啊，前方堵车堵得要死，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商小飞那个急呀，再赌下去，等他赶到战氏集团，战印早就进公司了，他还赌个毛线呀？不行，不能这样等下去。商小飞先是打电话给自家保镖，告诉保镖他把车停在那段路的路边，让保镖在家里带上备用钥匙过来帮他把车开回家里去。打完电话后，长长的车龙动了动，商小飞趁机把车拐到路边去，停在了一家商店的门口，拍了个照片发给保镖后，他便从车上抱下他的花束，拎着保温饭盒就在路边拦车。这一拦到了刚好路过的海童，海童刹车，看着商小飞，友好地问：“美女，有事？”商小飞一眼看着海童，觉得眉眼有点熟悉，再看又是个陌生人，他连站印都敢公开追求。对于突然拦陌生人的车，也没有愧疚害怕感，直接说道：“你能送我一程吗？堵车堵得厉害，我赶时间。”海童见他抱着花束，拎着保温饭盒，猜到了他想做什么，笑道：“你要去哪里？”“战氏集团。”“你上来吧，我送你过去。”战氏集团是他家男人上班的地方，他也想近距离看看那栋高达68层的办公大厦，那是管城商界的明珠呢。谢谢。商小飞对海童很有好感，不仅仅是海童答应送他一程，是海童带给他一种亲昵的感觉，好像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似的。偏偏又是陌生人哦，商大小姐还是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生出这种感觉。海童从车尾箱拿出一只头盔递给商小飞，戴着头盔免得被交警拦车。商小飞接过头盔戴上，海童这才重新开动他的电瓶车，载着商小飞走非机动车道，直奔战氏集团而去。海童骑的电瓶车堵车还影响不到他，花了10几分钟时间便到了战氏集团。海童停下了车，扭头对商小飞说道：“美女，到了。”商小飞把头盔还给了海童，又向海童道谢：“小事情一桩，不用道谢。”商小飞看着海童说道：“能问一下你贵姓吗？”“咦，我怎么总觉得你有点眼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我姓海，我对美女很有好感，遗憾的是我以前真没有见过你。”美女一见之下总会有印象的，但他对这位美女是真的没有印象。“你姓海呀？我想起来了，有条热搜说不孝孙女的事，被指责是不孝孙女的主人公就是姓海的，当时还配有一张相片，我看你和相片上的其中一个小女孩有点像，是不是你？”商小飞对于分走了他热搜注意力的不孝孙女热搜印象深刻，对海家上传的那张海童姐妹俩儿时的相片便有了印象。当时他不仅是骂这条热搜分走了网友们的注意力，也骂了海童姐妹俩不孝，谁知道最后反转了，他又把海家人骂了一遍。母亲还说他都20好几的人了，没有一点耐性及分析能力，仅是凭一面之词就跟疯骂海童姐妹俩。因为他在家里骂海童姐妹俩骂得多了，母亲便有点好奇，想去看看那条热搜。可惜事情反转后，海家人不堪网友们的指责，赶紧删了微博，还删得干干净净的。可见海家人也是有点人脉的呀。对了，海家二房的长子还是他们商氏集团旗下分公司的一位重量级的经理呢。事情反转后，广大网友愤怒之下人肉了海家人，便把海之文的身份人肉出来，还跑到商氏集团官网上去留言，要求商氏总部把海之文解雇了。海童没想到仅凭他儿时的相片也能被人认出来，他想到现在自己占了上风，便笑着承认：“美女好眼神，好记性，我想不记住你都不行，你们的那条热搜可是分走了不少网友的注意力，反转后的热搜现在都还在热搜榜上呢。”海童听了商小飞的话，灵光一闪，试探地问道：“美女，你该不会是商氏集团的千金吧？”商小飞夸他：“你真聪明，一猜就中。”海童也笑：“那真是太巧了，我还得谢谢商小姐的出手，压下了热搜。我姐妹俩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商小姐这是来给战大少爷送早餐的吧？”两个人对彼此都有好感。商小飞破天荒的跟一个刚认识的人聊得甚欢。“那商小姐快进去吧，都8点多了，商小姐再不送去，
战大少爷就要饿肚子了。商小飞看看时间，说道：“他估计还没有到，路上堵车呢。我是想抢在他进公司之前赶到的，幸好你送我一程。没事，我那件事有商小姐出手，我对商小姐是感激的，就是没想到缘分这么巧妙，原本是不在一条线上的人，竟然会有交集。”商小飞笑道：“你也不用谢我，我都是为了我自己啊。”这时候，战印的车队由远而近。商小飞对心爱之人的车子是非常熟悉的，一见到那列豪车由远而近，就顾不得和海童聊下去了，迅速地掏了张名片塞给海童，说道：“海小姐，今天你帮了我，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能帮的一定帮你。”他不想欠海童的人情，也是觉得和海童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商大小姐便给了海童一张名片。海童也看到了那列豪车，理解地道：“商小姐先忙，我预祝商小姐心想事成。”谢谢。商小飞抱着花束，拎着保温饭盒，不是朝那列豪车跑过去，而是直奔公司门口，往大门口中间一站。啊！海童看得目瞪口呆，商小姐真是强悍呀。却说战印今天早早就出门了，由于他要回别墅里拿东西，从别墅里出来后，车行了一段路，又遇上塞车堵车的时候，甭管你开什么车，是什么身份，都是无可奈何的，以至于战印此刻才到公司。坐在副驾座上的保镖恰好是阿七，他眼力好得很，瞧见了海童，马上就扭头对战印说道：“大少爷、大少奶奶和商小姐在一起。”闻言，战印蹙了蹙眉，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他望向前方，商小飞他认不出来，但海童他是能认出来的。怎么说也同住一屋一段时间了，还亲过嘴儿，要是再认不出来，他都要自戳双眼了。不用理他们。战印低冷地说了句，身子往后靠在车椅上，距离越来越近了。阿七担心会被大少奶奶认出来，还特意别开头，看着另一边，让海童看不到他的脸。车队没有在海童面前停下来，海童看着战大少爷的排场，又在心里叹了一回，就是那辆劳斯莱斯，他瞧着有点眼熟，好像他在小区里看到数次的那辆。想到战大少爷的身份，海童自动否定了那辆车是他们小区里的那辆。他看到战大少爷的车队对上了商小飞的不怕死拦车方式，最终还是停了下来，便笑了笑。人说烈女怕缠郎，烈男也是怕缠女的。商小姐这般敢爱敢恨的，相信战大少爷很快就会被他拿下的。海童朝着商小飞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便骑着他的电瓶车调转了方向走了。车内的战印也刻意的避开，不让妻子看到他的脸。等车子经过海童后，他便扭头看着海童，见到海童向商小飞做了个加油的动作。战印努力的压抑着，才没有让自己吐出一口老血来。怪到没有看到商小飞的那个车啊，怪不得商小飞能抢在他到公司之前守在这里，原来是他老婆骑着电瓶车送商小飞过来的啊！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看他老婆最后向商小飞做了一个加油的动作，还是知道商小飞身份的。按理说两个人不可能认识的呀。而且商小飞出身顶流豪门，在家族中又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连他商氏族人的女儿他都鲜少看得上眼，怎么会和海童结交？战印百思不得其解。商小飞挡在公司大门口，司机不得已停了车。大少爷要下车把商小姐拉走吗？司机扭头请示着战印。战印沉默了一下后便按下了车窗。商小飞一见他按下车窗，那个欢喜啊，马上美滋滋地抱着花束，拎着保温饭盒走过来。战印，商小飞总算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男人。别看他经常跑到这里来向战印表白，事实上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战印本人了，想死他了。他还是那副酷酷的样子，依旧是他心目中最帅的男人。视线扫到战印那紧抿着的薄唇，商小飞就想凑过去亲两下，不知道他的唇瓣软不软呀。商小飞像看猎物似的看着战印，让战印蹙了蹙眉。商小姐，战印，你叫我小飞就好。
商小飞笑容灿烂，他先把保温饭盒从车窗往里塞，嘴上说道：“我特意给你送来了早餐，你趁热吃了。还有这束花送给你。”战印不接饭盒，更不会接花，他是男人，不喜欢花束。堵车堵得那么厉害，你是怎么飞到这里来的？战印就是想知道商小飞和海童是怎么认识的。听了战印的问话，商小飞没有半点隐瞒，笑道：“我聪明呀，把车停在人家商店的门口，通知我家保镖过来帮我开车回去，然后我再拦了辆电瓶车，就一路畅通无阻地赶过来了。”原来如此，怪不得两个人会认识。战印说来真是神奇，我就那样随手一拦，居然就拦到了热搜人物，就是那条不孝孙女热搜的主人公海童，他人挺好的，我们俩竟然一见如故。战印在心里腹诽，商小飞在管城是出了名的刁蛮千金，眼高于顶，竟然还能和海童一见如故。哎，想到海童的脾性，战印又觉得商小飞会喜欢和海童来往很正常。开车了。战印弄清楚原因后，沉声吩咐着司机开车。战印，这花你收下呀，这早餐你也吃了吧，这是我特意赶过来啊，送给你吃的，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爱心早餐。战印。车子一开动，商小飞就被抛下了，他只来得及把那束花扔在车内，保温饭盒就不好扔了，一扔早餐就会弄得满车都是，那样会惹战印生气的。难得的是战印今天跟他说话了，商小飞可不想惹战印生气。不过他扔在车内的那束花很快就被战印从车里扔了出来，扔在地上，可怜兮兮的。商小飞追了几步呢，没有追上车子，只得放弃。他还不敢直接闯入战氏集团，怕被战印吩咐人把他抬出来扔在路边，那样就太丢脸了。战印在走进办公大厦的时候，又遇到了他的总特助苏南。苏南先是扫一眼上司的手，今天空空如也。他挨近，小声打趣着：“有老婆的人，今天怎么没有爱心早餐带来公司里吃啊？我在车上吃过了。对了，刚刚我看到一出好戏，要不要说给你听？”战印横了他一眼，脚下未停，继续往里走，俊脸端着，唇瓣抿成一条线，不吭声。苏南讨厌他这副态度，偏自己又嘴贱舌头长，我是早就到的了，恰好看到嫂夫人送着商小姐过来，才会停下来看个究竟。你的车子还没有到公司的时候，嫂夫人和商小姐聊得很嗨呢。老板啊，你老婆和你的爱慕者似乎相互欣赏，大有成为好朋友的架势，你是怎么想的？战印连一个眼神都懒得赏给苏南，自顾自地进了电梯，撇下了这个嘴贱舌头长的总特助。苏南也不生气，嘿嘿的低笑，在心里说道：“这绝对是年度大戏。”他很想知道，有一天老板的身份被识穿了，总裁夫人会如何？对于商小飞又跑来送花送早餐的行径，战印再一次打电话给商无痕。在商无痕接听电话后，他冷冷地道：“商总，你再管不好你妹妹，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他的忍耐性呀是有限的。商无痕颇为头痛的道：“战总，小飞也没有做太出格的事啊，他就是喜欢你，在追求你。我劝过他无数次了，总不能把他双腿都打断吧？他是真的拿妹妹没有办法，就算他让人看着妹妹，妹妹也能想办法跑出来。战印，你和我是差不多年纪的，我都结婚几年了，你才有一个追求者。看在我妹妹是第一个追求你的人，你就多忍耐忍耐吧。”战印直接挂电话。商小飞是什么性格，他也清楚，除了不搭理商小飞，他就算真对商小飞不客气，他也会卷土重来的。哪怕把他名声弄臭，他都不会死心，除非把他的两条腿打断。商无痕被挂了电话后，又是一脸黑，忍不住打电话给妹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商小飞已经坐着计程车在回家的路上了。大哥，我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今天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智商有限呀，实在想不出太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商无痕，你用来追求战印的心思，花在陪伴妈，妈还能开心点。我也陪着妈呀，妈那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我是妈的心肝宝贝不假，
可真不是他的心药。商太太的心病就是找到分离了几十年的妹妹，妹妹被人转了多手，如今都不知道在何方。商太太就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与妹妹同聚。哎，对了，哥，我跟你说件事，你顺手帮帮呗。什么事？只要不是让他帮他想办法追求战印，商无痕还是很愿意帮妹妹的。我刚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就是那个叫海彤的，我对她印象很好，也聊得来。网上的事情我也跟哥说过了，海彤的那些极品亲戚太过分了，你顺手就把那个叫什么海什么的解雇了吧，别被他影响了咱们公司的名声。商无痕淡淡的道，这种小事情还不用你哥处理，动他了。商无痕说道，我没有动手，应该被停职了吧，他底下的那些人会处理这件事。海志文不过是在分公司任职，虽说能力不错，不过这件事闹得太大。海志文的人品可见一斑，这种人商无痕不喜欢用。那就好，最好他们都失去工作，再被大家骂死。尝尝被人网暴的滋味，简直太没有人性了。商小飞虽然刁蛮了点儿，倒是还有点良性的，加上他对海彤很有好感，愿意帮海彤报复一下海家人，就当作是他还给海彤的人情吧。怎么说也是因为海彤送他去战氏集团，他今天才见到战印，战印还和他说话了呢。哥，我回家陪妈了，你忙你的吧。商小飞说完便挂了电话，不占用大哥宝贵的时间啊。商氏老宅离战氏老宅不算远，不过呢，走的路线不同。要是走同一条路，商小飞都可以直接在半路上堵战印的车子。哦，战印很少回老宅的，就算同路，他想堵一回也难。作为管城的第二大豪门，商氏老宅也修得极好，占地极广。战家是庄园的风格，商氏也跟风把老宅建成了庄园。此刻啊，华丽的大厅里，一名中年美妇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张相片，视线盯着那张相片，久久都移不开眼。商小飞走进来，看到这一幕，便走过去，伸手就从母亲的手里拿走了相片，并说道：妈，你不要天天都对着这张相片，小姨要是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找到她的。你放开心点，别老是忧虑，郁郁寡欢的。商先生端来了一杯水，听到女儿的话，附和着：老婆，小飞说的对，你别老是对着这张相片，我们已经安排很多人去寻找了，相信总会有结果的。他把那杯水递给妻子。夫妻俩年轻的时候忙着生意，就算是夫妻俩也没有多少时间独处。儿子接班后，他便退下来了，想着好好陪陪妻子，夫妻俩安度晚年的。不曾想，为了那个未曾谋面的小姨子，最近他的太太总是郁郁寡欢。商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无可奈何。姐妹俩分离的时间太长，他那个小姨子说不定都忘记自己还有个姐姐呢。还有小姨子被转手送人送了几次，最后落在谁家都没有人知道。另外一张相片估计也不会在小姨子手里了，凭着相片找人很难啊。商太太接过丈夫递来的那杯水，喝了一口后，便又从女儿手里拿回了相片。放下杯子，她把相片小心地放回了一本相册里，合上相册后，她叹口气，我就是最近总做着噩梦，然后梦到妹妹被人打被人骂，过得很惨。你那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商小飞挨着母亲坐下来，亲热地挽住母亲的手臂，撒着娇说道：妈，天气还热，我想去海边度假，你陪我去吗？咱们出海捕鱼，吃海鲜。怎么，你不用天天去赌你的战印了？被女儿错开了话题，商太太轻点一下女儿的翘鼻子，打趣的道：我以为你饭不吃，觉不睡，天天堵着战氏集团的门口呢。追求真爱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成的，我总要孝顺孝顺我妈妈。妈，好不好吗？陪我去海边度假。商先生也说道：老婆，出去散散心吧，别老是闷在家里对着那张相片。从他有能力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唯一的妹妹，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结果。现在虽说有儿子接棒继续寻找，商先生觉得希望也不大。他那个小姨子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说不定我们出去度假散心，
能偶遇到你妹妹或者她的儿女呢？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分开的时候，我妹妹还那么小，女大18变，我也不知道她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就算偶遇到她的儿女，谁又能知道那是我的外甥？好吧，我们去度假。不忍服了女儿的孝心，商太太很快便打起精神来，答应了和女儿一起去海边度假。见母亲答应了，商小飞与父亲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便找着话题和母亲说，说着说着便说到今天的事情。他很开心的道，妈，我今天见到了站印，站印停了车，还按下了车窗跟我说话，可惜的是我塞进他车内的花束被他扔出来了。还有我结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叫海童，我跟他那是一见如故。很奇怪，我看到他就有一股亲近之感，然后他还帮过我，我就给他留了名片。商太太问道，就是那个被极品亲戚道德绑架的可怜妹妹？对，就是她。你们俩还真有缘分呀，热搜都挨在一起，万千人之中你拦车，居然拦到他的车子，他竟也乐意送你去战氏集团追夫。商太太打趣着女儿，更难得的是你竟然把他当成朋友了。老商，等会儿咱们盯紧天空，看看会不会下红雨，你的宝贝女儿也能交到朋友来。妈，商小飞不依地叫了起来，你女儿就不能有朋友吗？我就是觉得海童很合我眼缘，他给我一股亲切之感，他还支持鼓励我追求战印，给我喊加油呢。你呀，一扯到战印，怕是连你姓什么都忘记了。对于女儿痴恋着战印，商太太也是很无奈的。其实她也很欣赏战印，要是女儿能拿下战印，自是皆大欢喜。像战印那般出色的男人很少有，战家的家风也是极好的，两家能结亲，不仅能缓和两家不睦的局势，女儿也能幸福一生。改天有空了，把海童带回来让妈见见。商太太是觉得女儿的朋友实在太少，难得女儿能结交到朋友，她便想见一见那个能让她女儿生出一见如故的女孩子。看看她会不会和我联系，等我们很熟悉了，就带回来让妈看看。不是，妈，你这话说的好像是给你带媳妇回来一样，我是你女儿呢。商太太好笑地戳一下女儿的额，自己想歪的还怪妈了。商小飞俏皮地吐吐舌头，可能还得他主动联系海童呢。无妨，他既然喜欢和海童来往，主动就主动吧，就像他爱着战印一样，爱了就主动去追求，要让战印知道他爱他。海童回到店里的时候，看到张念生也在，他笑着和张念生打招呼，问他，念生，你今天不用上班了？张念生看着海童，眼神深处藏着他的爱慕，答道，昨晚加班太晚，今天可以迟一点回公司。海童姐，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张念生像是随意地问着，其实就是想打听一下海童和她闪婚丈夫的近况。听君姐说，因为海童的闪婚老公在热搜那件事帮了忙，还陪她回老家收集反击的证据，海童很感激对方。张念生心里想着，他也想帮海童姐呀，是海童姐没给他这个机会啊。那天他打电话给海童姐，海童都没有接听电话，还是后来海童才回了条信息给他，说他没事，路上遇到个美女求助，帮了他一把，就回来的这么晚了。好香啊，小军，你在吃什么？海童本想走进收银台里面坐下的，闻到香味，脚下一转，向小厨房走去。张念生跟着他走，真的很想上前几步就搂抱他，但张念生不敢，他的修养也让他不能那样放肆，那样是调戏海童。他爱他就要尊重他，哪怕他很想亲近他，拥抱他，甚至亲吻他，他也得死命的压抑着，因为他现在是已婚人士。想到这一点，张念生的心底掠过痛意，在海童的眼里，他就是个弟弟，他需要一个人闪婚，从来都不考虑他这个弟弟。我从家里带了点吃的过来给你和君姐吃啊。沈小军没有答话，张念生告诉海童的，他是给2位姐姐送来了爱心早餐。张家亦是豪门，家里厨师是花重金从5星级酒店请来的，烧菜特别好吃，打小认识的情分让他很清楚2位姐的喜好。那我们有口福了哈。
海童乐呵呵的和好友一起享用张念生带来的美食。张念生看着两位姐姐吃得津津有味，他嘴角的笑都敛不住。海童姐，张念生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请我吃饭？这个周六吧，中午我请你吃饭，你想去哪里吃？小军也一起，反正周末咱们的店也没什么生意，不开门也无妨。你在家里待着，阿姨还会催婚，不如出来一起吃饭。沈小军爽快地答应了，好。他也怕周末待在家里被父母念叨，老妈子总想他嫁豪门，像他姑姑那样享受荣华富贵，念叨的他耳朵都起茧了。他爸还好一点，说还是找个家世与他们家相当的吧，门当户对，谁也不高攀，更好一点。游艺咖啡厅旁边有一家餐馆，那里的饭菜还行，场地不算高档，但也不算差吧，价格实惠，生意火爆，咱们就去那里吃吧。吃完饭了，还可以去隔壁的游艺咖啡厅坐坐，喝杯咖啡，那是本市最高级的咖啡厅了。海童上次陪好友去游艺咖啡厅相亲，觉得那里的环境是真的很好，倒是没留意到旁边是什么店铺，不过他要请张念生吃饭。张念生既然提议去那里吃饭，他没有不应的道理。行，就这么说定了吧。海童爽快地答道。哎，张念生心满意足。哎，就盼着周六快点到来。好几辆车忽然停在了书店的门口，张念生说道，我出去看看。他转身便走，很快他折回来对海童说道，海童姐是你老家的那班极品亲戚。海童已经吃饱喝足，抽了张纸巾擦擦嘴巴，说道，来就来了，我还怕他们不成呢。对于那班极品能找到这里来，海童并不意外，托广大网友的福，把他叔叔伯伯以及堂兄弟们的工作都爬出来了。他们混得不错，事情又上了2次热搜，想找到他和姐姐还是很容易的。海童以海志明为首的海家兄弟一共来了7、8个人，他们个个都一身名牌，手里都拿着一串钥匙，时不时就晃晃钥匙，好像他们的钥匙是黄金打造似的。就是他们神情疲惫，看来海童的反击给他们重创了，也被愤怒的网友们骂得受不了吧。海童没有刻意去打听奶奶在医院的情况，但耐不住有好心人私信他，告诉他奶奶在医院也不能安宁。很多人跑去奶奶的病房里批评他奶奶，可把那个泼辣老太婆气得够呛的。一般孝子贤孙都在医院，还护不住一个病人。哼，哟，今天吹什么风呀？居然把你们都给吹来得挺齐的吗？他就这么多堂兄弟堂姐妹，这一次并没有来市区。不过当初在网上也铺了不少假料博眼球，把不知情的网友当枪使。一句话，海童姐妹俩在海市这个大家族里是没有人占他们的。海童走进收银台，在椅子上坐下，然后拿出他编织工艺品的一套工具以及准备好的材料，开始编织发财树，这是他答应送给战印的，还有招财猫。我店里没有那么多凳子给你们坐，就不请你们坐下了，有事就说吧，我在听着。海童一边编织他的工艺品，一边说道，那态度让海家兄弟憋了一肚子的火气。深吸几口气后，海志明温和地开口，海童，我们是血缘很亲近的堂兄妹，我爸和你爸是亲兄弟，你能不能别做的那么绝？是，那件事是我们错了，我们向你道歉，爷爷奶奶毕竟是你的亲爷爷亲奶奶，老人家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你不愿意出钱给奶奶治病就算了，我们这么多人，每人掏一点也够奶奶治病的了，你好歹去医院看看奶奶呀，你在网上那样说我们奶奶特别难过，不知道哭了多少次，那样不利她的病情。海童，把你的那篇博文删了，这件事就当结束了。一笔写不出2个海字，我们不好过，你难道就能安心？听大堂哥说完，海童抬头看着他，好笑的道，我有什么不能安心的？我又不是胡编乱造，给你们乱扣屎盆子，我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去医院看奶奶呀。其实一开始我是想过去看她的，也想着多少给点钱的，当然医药费我不可能出，10几年前2位老人家都说过声不用我姐妹俩养，死不用我姐妹俩葬的，我生活也不易，赚不到多少钱，每个月的收入还完花呗就没什么钱了，